那区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，是诸多江河的源头。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，全年高寒缺氧，环境艰险。清晨，67岁的次珠为儿子尼玛扎西和孙子江才平措送行。平措对爷爷依依不舍，但他的心又是雀跃的。今天，他就要去结识一位传说中的本草。6月的藏北高原依然冰雪覆盖，寒风刺骨。然而，大自然的另一面是辽阔和壮美，它激励着人们一往无前。平措期待的神秘本草，就生长在这片圣洁而冷峻的高原草甸上。它是隐秘的，唯有心怀虔诚，才能与它相遇。人们匍匐在这片大地，以最谦卑的姿势，寻觅着自然的馈赠。江才平措紧盯着父亲的一举一动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很快，父亲就有了发现，用镐子轻轻掀开土地，剥开根部附着的泥土，露出了金黄色的虫体。这便是传说中跨越动植物2界的冬虫夏草。冬天是虫，夏天是草，自然界中的寄生现象造就了这神奇的本草。虫草是昆虫和真菌的结合体。夏季，冬虫夏草菌孢子成熟，散落到土壤里，侵入适龄的蝙蝠蛾科幼虫，并在活虫体内吸取营养，大量繁殖，使虫体逐渐僵化死去。待到来年初夏，随着温度升高，真菌子座会从虫体头部长出，穿过土壤，形如小草。中医认为，冬虫夏草能补肾益肺、止血化痰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冬虫夏草还有助于调节人体的免疫力，能参与改善肾与肺的功能。这种自然界的奇遇，常见于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。至今无法以人工方法获得的虫草，被称为中药里的软黄金。从80年代初至今，一根虫草的价格已经翻了3000多倍。但在平措眼里，虫草是无价的。看到的第一个虫草，挖了这个虫草给爷爷了。爷爷在冬天染上了风寒，身体至今一直很虚弱。心有牵挂的平措就想亲手挖到虫草给爷爷治病。但一个上午过去了，他一无所获。愈演愈烈的山雨更是雪上加霜。看着越发焦虑的儿子，父亲尼玛决定改变行程，跋涉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湿滑的雪地
让平措有些害怕。父亲告诉平措，几十年前，爷爷也曾来过这里。心手相连间，勾勒出3代人的虫草生涯。尼玛判断，这块区域之前还没有人涉足过，应该很有机会。平措屏息凝神地寻找着，不放过1寸土地。终于，他发现了属于自己的第1根虫草。露出地表的虫草部分仅有拇指般高度。小心翼翼擦去表面的泥土，把虫草慎重地收藏起来。平措明白，只有把泥土重新归拢好，来年这里才会长出新的虫草。我的梦也是做公安，因为我爷爷说过，保护人民，保护祖国。这些朴实的牧民，就像是扎根土地的冬虫夏草，在安静的时光里，铿锵着生命的对答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刚刚收获的虫草，即将启程，并跨越千里，同其他远道而来的本草一起，化身为一道济世良方。